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福福 Chinese。大家最近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吗？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我也会用这个故事呢来帮助大家学习中文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聊一下故事的背景，这样待会儿你听故事的时候会更轻松，也更容易听懂。先问你们几个小问题啊，你是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呢？也许有人两边都待过。你喜欢你现在住的地方吗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自己呢，现在住在广州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城市里，那你会不会有时候特别想把手机放下，离开城市，找一个没有压力、没有烦恼的地方，安安静静的待上几天？我猜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想法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，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没有城市的噪音，没有人群争吵，也没有战争，邻居们都很友好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生活平静又美好。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，对不对？乌托邦 Utopia 这个词就是说一个理想中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很完美，很美好，就像一个梦一样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就有人写过这样的一个地方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一个普通渔夫，他偶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理想世界，一个乌托邦。这是一段非常神奇的经历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渔夫就是指打鱼的人，靠打鱼来生活的人。故事里的主人公呢，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一个渔夫。渔夫发现的这个完美的地方叫桃花源。桃花就是桃树开的花，粉色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小花。源是指源头、开始。故事里指的是河开始的地方，所以桃花源的意思就是一条河的源头，两边都开满了桃花。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已经很美，很有画面感了呢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《桃花源记》。从这里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成语，世外桃源。世外桃源的意思就是远离现实世界，一个理想完美的地方。比如说你开车开了很久，路过一个小村子，那里风景特别好，人也很友好，环境又安静又漂亮，你就可以说，哇，这里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啊。好，说完故事的名字，再来说点文化背景。这个故事是谁写的呢？作者叫陶渊明，他生活在1600多年以前的中国。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，
社会很乱，经常打仗，人们的生活很苦。大家想想啊，如果你每天都需要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害怕没有饭吃，还要到处躲避战乱，是不是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很可怕，对吧？所以啊，陶渊明写了这么一个理想的地方，那里没有战争，也没有坏人，空气很好，河水很清，河边还开满了粉色的桃花，大家每天种地、吃饭、聊天，互相帮忙，生活简单又快乐。虽然呢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时代的战乱，可有时候也会感觉挺累的，是不是？现代生活节奏很快，每天上班上学都很忙，在大城市里啊，还会经常堵车。上下班的时候呢，在地铁里挤来挤去的，这些时候是不是就觉得特别累呢？所以啊，如果你突然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特别安静、美丽，有山、有水，有鸟儿在叫，大家见面都笑着打招呼，走路也慢慢的，是不是会一下子就觉得整个人放松下来了呢？陶渊明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，他自己也很向往这样的生活，所以今天啊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东方的乌托邦，也就是这个理想世界的美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故事本身啊，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呢，是一个渔夫。有一天，他到了一条陌生的小河，他划着小船，慢慢往前走，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他呢？我们马上一起来看一看吧。今天我要读的是这个故事的简化版，就是把难的句子改简单了，让大家更容易听懂。不过重要的情节啊，一点都没少，大家可以放心听啊。我会先把这个故事一口气读完，让大家跟着情节走一遍。然后呢，我会用更简单的话再总结一次，说说这个故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确保大家都听明白了。最后，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个故事的一点看法，还有一些感受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故事了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先提几个问题，帮助大家集中注意力来听这个故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故事的开头，渔夫是怎么发现桃花源的呢？第二个问题，桃花源里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？第三，也是最后一个问题，故事的最后，渔夫离开桃花源了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？听完整个故事啊，你们大概会明白，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故事能流传1000多年？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还会用世外桃源来形容一种理想的生活？好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桃花源记。我叫阿明，是一个渔夫。
今天呀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件特别的事儿。这件事儿啊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说真的，到现在我都不确定那天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只是一个梦。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。那天一大早，天刚亮，我就起床了。吃完早饭，我跟平常一样，走到河边，跳进我的小船。我的船很老了，但是很结实。我常常拍拍它，对它说：“老兄，今天又要靠你了，我们一起去打鱼吧。”说完，我自己就笑了。我的船是我爸爸留给我的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去当兵了，然后再也没回来。我今年28岁，自己一个人生活。我平时的生活特别简单。白天，我一个人划着小船在河里打鱼。我家在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，房子很小，只有2间，一间睡觉，一间做饭。虽然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是我很爱干净，总是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每天我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晚上打完鱼回家，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，听着河水慢慢流，风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很舒服。那天呢，我也以为只是普通的一天。太阳刚出来，我照常滑到河中心，开始打鱼。可是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河里的鱼特别少。我撒了3次网，可2次都是空的。第3次只捞到几条小鱼，连一顿饭都不够。我挠挠头，心里有点着急了。咦，今天的鱼都去哪儿了？我抬头看看天，天气很好，风暖暖的，水也清亮，能看见河底的小石头。我想，要不换个地方吧，说不定别的河有鱼呢。正好旁边有一条小河，我以前没去过。我想，要不试试吧，说不定有收获呢。于是，我把船慢慢划了进去。小河很静，只能听见水声和鸟叫。我划了一会儿，心里有点奇怪。这个地方我好像从来没见过呀。两边的树都很陌生，草长得比我肩膀还高。我回头一看，已经看不到村子了。我心里有点慌，安慰自己，算了，来都来了，
就再往前划划，说不定前面的鱼多呢。我划啊划啊，胳膊都有点酸了。突然，我眼前一亮，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？河两边全是桃花，一整片桃花林，枝头开满了粉色的花，风一吹，花瓣像雪一样落下来，有的落在我的肩膀上，有的飘到水里，水面都变成了粉红色。我看的眼睛都舍不得眨，忍不住大声说：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。我伸手接了一片花瓣，闻了闻，淡淡的香味，特别好闻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桃花？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呀。我越来越好奇了。这片桃花林有多大？尽头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于是我又拿起船桨，继续往前划。我划了好久好久，胳膊都没有力气了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终于看到了尽头。前面没有河了，是一座大山。山脚下有一个黑黑的小洞。奇怪的是，洞里竟然透出一丝光来。我把船停在岸边，心里有点紧张。洞里怎么会有光？里面有什么？有人吗？还是别的东西？说实话，我挺害怕的。这个地方我没来过，万一有危险怎么办？但是我又很好奇。我感觉那道光就像在招手，告诉我进来吧，快来看看啊！我想了半天，最后咬咬牙说：好，就进去看一眼，看完马上出来。我跳下船，走到洞口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我拿上了船桨。洞口很小，我不算高，也得弯着腰进去。我的头差点碰到洞顶。洞里很黑，我走得很慢。我的心一直咚咚跳个不停。我的手里握着船桨，手心也出汗了。我一边走一边数，1、2、3，大概走了30多步。突然，哇！我叫了一声，前面突然变亮了，我也能站直了。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。我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半天都合不上。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前面突然变得又亮又宽敞，整整齐齐的房子，一排一排的，
房子周围有大片的田地，绿油油的庄稼正长得旺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水池，几只鸭子在里面游来游去。空气里有青草和花儿的香味，吸一口就觉得特别舒服。更热闹的是，我听到了好多声音，鸡在咯咯咯叫，狗在汪汪汪叫，还有人说话大笑的声音。那笑声特别开心，像过年一样。我忍不住自言自语：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慢慢往前走，看到田里有很多人在干活，有白发的爷爷弯着腰慢慢除草，有年轻人满头大汗在耕地，还有几个小孩在田边跑来跑去，笑得很开心。他们都穿着古代的衣服，看上去不是很新，但都洗得很干净。这时，一个白发爷爷看见了我，他放下锄头，走过来，笑着问我：咦，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我没见过你。我有点紧张，挠了挠头，说：爷爷好，我叫阿明，是打鱼的。老爷爷好奇地看着我，说：那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我说：我从外边的河里划船进来的。外面的河？那可远了。老爷爷瞪大眼睛：你一个人来的，不怕迷路吗？我笑了笑，哈哈，刚开始我也怕呢，可是我看到桃花林太美了，就忍不住一路跟过来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爷爷听了，点点头，笑得更开心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欢迎欢迎，我们这里啊，很少有外面的人来。爷爷说的话，其他人都听见了。很快，大家都停下手里的活，围了过来。有阿姨抱着小宝宝，小宝宝睁大眼睛看我。有叔叔笑着对我点头，还有几个小孩子躲在大人后面，偷偷看我，特别可爱。一个阿姨走过来，亲切地说：小伙子，你划了很久的船，一定累坏了吧？来我家坐坐，喝点水，休息休息吧。我心里暖暖的，点点头，说：好啊，谢谢阿姨。阿姨带我去了她家，她家的院子里种着青菜，还有一棵苹果树。阿姨给我倒了一杯热水，然后朝屋里喊：孩子他爸，快杀只鸡！今天来了客人，我们要好好招待。我连忙说：阿姨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喝点水就行。阿姨摆摆手，笑着说：不麻烦，我们这里的规矩，客人来了就要好好招待。很快饭做好了，桌上摆满了菜，
有香喷喷的红烧鸡肉，有绿油油的炒青菜，还有一大碗白米饭。米饭冒着热气，闻起来特别香。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我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鸡肉，尝了一口。哇，太好吃了，比我自己做的好吃100倍。吃饭的时候，阿姨忽然问我：小伙子，外面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打仗吗？我愣了一下，说：前些年还算太平，现在又开始打仗了，日子挺难的。阿姨，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？阿姨叹了口气，说：唉，以前外面也老是打仗，我们的祖先啊，房子被烧了，没办法，就带着家人躲进这个洞。进来一看，这里有田有水，可以种地生活，就留下来了。后来啊，就一直住在这儿，再也没出去。我吃惊地问：一直没出去？那你们知道现在是谁当皇帝吗？旁边有个年轻人好奇地插话：皇帝？什么是皇帝？我瞪大了眼睛问道：你不知道什么是皇帝？年轻人摇摇头。我想了想说：皇帝啊，就是国家的老大，他说的话大家都要听。年轻人笑着说：还好我们这里没有皇帝，我才不想让别人管我呢。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我问：那你们这里也没有当官的咯？阿姨摇了摇头：没有啊，我们和外面不来往了。我又问：那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？一个老爷爷摸了摸胡子，说：我听我爷爷说，我们的祖先啊，是秦始皇那个时候进来的。啊，秦始皇？我一听惊呆了，筷子都快掉了。那可是500多年前的事儿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在这儿住了500多年了。屋里一下子安静了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老爷爷轻轻地说：天哪，已经这么久了吗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时间过得这么快。大家特别好奇，一个劲儿让我说外面的事情。我告诉他们，外面皇帝都换了好多个了，中间打过仗，又过了几年和平日子，最近啊又打了起来。他们都听得很认真。一位奶奶听完叹了口气，说：还好我们在这里平平安安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很多人请我去他们家做客。第一天，王叔叔请我去他家吃饭，他做的菜很好吃。第二天，白发爷爷请我喝酒，还和我下棋。我下棋不如他，输了好几盘，爷爷笑得特别开心。村里的小孩子都很喜欢我，天天围着我问：阿明叔叔，外面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？
在这儿，时间过得很慢，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我觉得这里的人真好，没有吵架，没有坏人，大家和和气气的。有时候我想，要是能一直住在这里，那多好啊！不用每天担心打不到鱼，也不用怕外面的麻烦事儿了。但是我也很想我的小房子，想我家门口的大柳树。住了5天后，我对大家说，我要走了，我想回家了。大家听了都很舍不得。老爷爷小声地跟我说，阿明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外面的人要是知道了，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。你回去以后啊，别告诉别人，好不好？我看着老爷爷的眼睛，点点头。我答应你，不告诉别人。第二天早上，村里的人都来送我。阿姨给了我一包炒豆子，说路上饿了可以吃。老爷爷给了我一把新船桨，说你的桨太旧了，都快坏了，用这个新的吧。我接过东西，鼻子酸酸的。我说谢谢大家，我以后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。我出了山洞，上了小船。划船的时候，我一路做记号。我在树上刻圆圈，在石头上画线，心里想，以后再来就不会找不到路了。划了一整天船，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村子。刚把船停好，我就想起了我的朋友小李。他在城里当了个小官儿，最喜欢听新鲜事儿。如果我告诉他桃花源的事儿，他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。但是我心里有点犹豫。我答应过爷爷的，不过小李是当官的，应该不会坏事儿吧。最后我没忍住，还是告诉了他。小李开始还笑着听我说，后来越听越认真。听完，他拍着桌子说，真有这种地方，太好了，快带我们去，我要告诉领导。第二天，他带着一伙人跟我一起，我们去找当时做的记号，那些树上的圆圈，还有石头上的线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不管我们怎么找，都找不到那些记号。我们找了一整天，没找到桃花林，也没找到山洞。小李生气地问我，你是不是骗我？我急得脸都红了，说我没骗你，是真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。最后他们都走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
我坐在河边，心里很难过，也很后悔。我答应过爷爷的，可还是说了。现在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后来啊，不知怎的，这件事传开了。有个特别爱探险的人，他准备了很多吃的喝的，带了好几个人一起去找桃花源。可没走几天，他就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连路都走不了了。同伴只好把他送回家。回去没多久，他就去世了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去找桃花源了。我有时候坐在河边，会想，桃花源还在吗？里面的人过得还好吗？这些问题，我一直没有答案。桃花源就像一个梦，梦醒了就找不到了，只能留在心里。后来，它慢慢变成了一个谜，一直传到了现在。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故事讲完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是不是有点像做了一个梦？现在啊，我帮大家总结一下，看看大家都听懂了没？故事里，一个渔夫，对吧？他本来只是顺着河打鱼，结果偶然呢，就是没有计划，突然发生的那种情况。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。他一开始啊，只是被桃花林吸引，因为太美了。然后因为好奇呢，就是想知道新的东西。他一直往里面走，结果啊，就找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。世就是世界，隔绝就是完全分开，与世隔绝呢，就是与外面世界完全分开，没有联系的意思。如果一个小岛上没有船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那住在岛上的人呢，就是与世隔绝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桃花源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源啊，就是源头，就是水开始流出来的地方。故事里呢，那条小河的源头就是这个开满桃花、有个山洞的地方。所以桃花源这个名字，你想啊，粉色的桃花，清清的河水，光是想一想就很美，对吧？那在这个桃花源里，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。那里有田地，有房子，人们自己种粮食，自己做饭，自给自足。自给自足呢，就是自己生产，自己用，不用买东西。每个人脸上都有笑容，互相帮助，没有战争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皇帝，也没有当官的。生活非常平静，非常幸福。
听到这里啊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哇，这不就是很多人梦想中的生活吗？和渔夫来的那个外面的世界比一比啊，外面老是打仗，老百姓很辛苦，差别很大，对吧？但是问题来了，渔夫为什么要离开呢？他不是很喜欢那里吗？是的，他确实很喜欢，也住了好几天。但别忘了，他还有自己的家，还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最后他决定离开。可是他明明答应村民要保守秘密，保守秘密的意思呢，就是把事情藏在心里，不告诉别人。可回到家后，为什么又去告诉当官的呢？你们觉得他是怎么想的？也许啊，他太兴奋了，忍不住想要分享，还是他想要拿个奖赏？谁知道呢？不管怎样，他最后没有遵守承诺。遵守的意思是按照规定去做，不违反。结果呢，官员派人去找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渔夫做的记号全都不见了。结果就是这个美好但脆弱的梦。脆弱的意思啊，是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坏。被外界知道之后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猜啊，因为桃花源也许只愿意向心地单纯、懂得尊重的人打开吧。桃花源在中国呢，早就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了，它成了一种特别的象征。比如今天啊，我们说某个地方是世外桃源，意思就是说，那是一个完美、安静、远离烦恼的理想的地方。你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吗？也许是一个小村庄，一片森林，还是你小时候的老家呢？其实啊，写这个故事的陶渊明本人就是个特别爱自由的人。他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诗人和作家。他不喜欢当官，更喜欢在家种田、喝酒、写诗。可是呢，他有时候啊又没钱吃饭，只好去做官。所以他心里常常很矛盾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他自己心中的一个梦，一个他想要的生活。说点我自己的感想吧。我第一次读到《桃花源记》啊，是在中学的课本上。这个故事呢，中国的学生几乎都读过，但我那时候读到啊，真的很感动，很感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它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住过的一个地方。我小时候啊，经常搬家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住在山里的一个小镇上。那是一个矿业小镇。矿意思是地下的石头、金属可以拿出来用的。矿业呢，意思是挖矿、开矿的工作，比如挖煤、
挖铁、挖金子。这个小镇呢很小很小，只有一条主街，就是一条主要的街道。我家呢是住在山脚下的一个院子里。我记得春天的时候啊，一抬头，满山都是红色的花儿，像火一样，大片大片的。周围有竹林，有茶园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湖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《卧虎藏龙》啊？里面的竹林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，特别美。我妈那时候常去山里的小溪边洗衣服，她也会带上我，让我自己在溪边玩。溪水呢特别清，能看到透明的小虾，还有横着走的小螃蟹，青色的，特别有意思啊。溪水呢是从山里流下来的，上游也就是溪水的源头，是一直延伸到山里的。岸边呢有很多大石头，比人还高。我那时候啊就特别好奇，上游到底有什么呢？是不是还有更神秘的地方？可是啊，我又有点害怕，不敢走太远。我妈也不让我走太远。在那个小镇上，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。但是我小学还没上完的时候，矿场就倒闭了。倒闭呢，就是破产、关门了的意思。我们全家不得不搬走，我们搬到了城里。从那以后呢，我就再也没回去过。但是啊，我到现在还是很想念那里，也想念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。每次想起那个地方，我心里都会暖暖的。可是我知道啊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啊，当我第一次读到《桃花源记》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觉得，原来我小时候的那个小镇就是我的桃花源啊。我妈带我去的那条小溪，上游一直通向山里。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一个神秘的桃花源的入口。我忍不住会想，在溪水的深处，可能真的也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呢。好了，大家听完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想一想啊，如果你是那个打鱼的人，离开以后，你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吗？在你的心里，有没有一个像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呢？可能是你小时候住过的一个地方，就像我一样，或者呢，是一个能让你感觉特别安静、特别快乐的地方。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听完了《桃花源记》的故事，也聊过了我的一些感想。接下来啊，我想说一说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的躺平现象。现在啊，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。寻找的方式呢，就是躺平。我们在网上总是能看到很多年轻人说，我想躺平。那么这个躺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理解是啊，年轻人不想拼命的工作，不想买大房子，也不想赚很多很多钱。他们认为工作太辛苦，压力太大，这样不好。这些人会说，我只想有吃有住就好，不想跟别人比。也会说，我只想过一种简单的日子。来说一说我自己身边的例子。
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工作狂朋友聊天，工作狂呢，就是工作特别努力的人。我问他，你有没有想过躺平呢？他笑着告诉我，有时候想过还特别想。其实要是每天只是喝茶看书，那多舒服啊。我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想法。那我自己呢，也算是躺平过了。大学的时候我读的专业我一点都不喜欢。毕业以后呢，我有2年算是躺平了。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你也躺平过，那是不是每天什么都不做呢？其实躺平可不是什么都不干。那2年里，我天天读书，没有去找工作。2年的时间，我读了300-400本书，每一天我都感觉过得很充实，内心很平静，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后来呢，我考上了我喜欢的专业的研究生。我不跟我的同学们比较，也不跟他们竞争，就是慢慢来，走我自己的路。这样看的话，我觉得躺平这个想法其实跟《桃花源记》很像。故事里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不和外面的人竞争，也不追求更多的东西，他们只想每天过得平静快乐，自己满足就好。不过《桃花源记》和现在的躺平还是不太一样你看，古代的桃花源，人们是真的离开了外面的社会，他们不想打仗，也不想交税，所以跑到了一个没人打扰的山里。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，自己种地，互相帮助，不和外面的人交流。而今天的躺平呢，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住在城市里的，他们没有跑进山里，他们还是在城市里，还是会上班或是上学。但是有一点是很像的，我觉得心态是差不多的，都是想着我不想拼命，我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。他们的要求都很简单，就是少一点压力，多一点平静。你看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了，他们都是想少一点物质的欲望，而且都想要保持一颗宁静的心。差别在哪儿呢？古代人是真的搬了家，身体逃离社会，而现代人呢，大部分是内心离开，是精神逃离社会。因为不管怎么说现代人大概谁都离不开现代科技了吧？比如谁能离开手机和 WiFi 呢？还得刷视频看剧，对吧？不太可能完全脱离。说到这里那躺平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不拼命工作，不追求买房买车，拒绝过度竞争，这就是躺平。不是完全不工作，而是更重视自己的生活，让工作和生活保持一个平衡。比如说，有的上班族不追求升职加薪，准时到点下班，坚决不加班，这就是躺平。不买名牌，
二手衣服也挺好，这也是躺平。朋友聚会、同学聚餐，不和其他人比较，觉得自己现在这样挺好，这同样是躺平。在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多躺平表情包，像是一只熊猫躺在地上，下面写着躺平2个字，还有一只猫躺在沙发上睡觉，配的文字也是躺平。这种表情包啊特别多，都很可爱。他们说出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心态。你可能会问了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会选择躺平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我猜啊，大概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经济压力。大家知道啊，大城市的房价非常高，比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这些大城市啊，一套小小的房子可能要好几百万人民币。而一个年轻人如果只靠自己，要工作好多年才买得起。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，工资都不高。第二呢，是工作文化。在中国呢，有一个词叫996，意思是啊，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。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啊，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这样的。你想想，如果长期这样的话，身体和心肯定都会很累，对吧？这种过度竞争的状况呢，叫做内卷，意思是大家都在竞争，但收获越来越少。内卷这个词啊，也是近几年中国网络上很火的一个词。很多人其实是不想内卷，才选择躺平的。第三，价值观的变化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可能开始想了，如果我再努力也买不起房，那为什么不简单一点生活呢？他们会认为快乐比成功更重要。比起工作赚钱，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。当然，我觉得这种躺平其实并不是不努力。很多年轻人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只是想找到自己的节奏，不想被大城市的速度推着走。我认识的人里，有的人搬去了小城市，为了降低生活成本。有的人呢，选择做简单的工作，只要生活够用就好。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，他说我爸妈那一代总觉得我们要买房，要有车，可我觉得有一份够生活的工作，可以有时间看书、旅行，这就很好了。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挺在理的，毕竟时代不同了嘛。当然了，躺平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争议。有些人批评说，躺平就是消极、不负责任，会让社会的发展变慢。我们的父母也会经常说，你们年轻人啊，不如我们那时候能吃苦。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说法，他们觉得躺平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为了不被绑架。他们说是为了自我保护。这又让我想到了《桃花源记》啊，那个美丽的村子，村子里的人也是为了自我保护才逃到了那里。桃花源其实是一个理想，现实中呢，我们真的很难做到完全躺平，
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想象，一种可能性。也许生活可以更简单呢。你觉得呢？在你的国家，有没有人也这样想呢？他们会不会说，我不想太累，只想过一种简单日子呢？还有，你觉得躺平是一种积极的选择，还是一种消极的逃避呢？如果是你呀，你会选择躺平吗？为什么？欢迎你在评论里告诉我啊！我特别想听一听不同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。最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我们都可以从《桃花源记》这个古老的故事里学到一点，就是也许啊，我们可以在心里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桃花源，哪怕只是每天留半小时，喝杯茶，发个呆，也能让心安静下来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档节目的情况，主要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。我一直觉得啊，学语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聊自己真心感兴趣的话题，对吧？这样才不会枯燥。我希望我的这档播客啊，能更有意思些，不会让人觉得无聊，尽量自然又好玩，让你是因为觉得有意思才听的，而不只是为了学习。就是说呢，希望你们听的时候觉得轻松好玩，就像朋友聊天一样，不像在上课。希望能达到这种效果吧。所以啊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希望我聊点什么呢？比如中国的生活、中国的文化，或者一些中文词汇、口语小技巧，听力阅读的问题也行，都可以告诉我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啊，你希望我聊些什么呢？你们想听的，我都想试一试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们为什么学中文呢？是为了和朋友、家人聊天，还是打算来中国旅行，还是工作需要，或者就是喜欢中国文化，又或者单纯觉得学中文挺酷，是个挑战。想知道你们的想法，你们的故事，还有你们想问的问题。所以啊，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，或者有什么故事想跟我分享，都可以给我留言。我特别希望这是一档能互动起来的播客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播客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说，而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。你们可以给我留言，回答我刚才问的问题，或者聊一聊你们的想法，说一说对我们刚刚聊的内容的感觉。好，咱们这一期节目啊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了吗？如果还没有啊，那就赶紧订阅吧。另外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。要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，或者有什么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特别期待啊，能看到大家的评论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